宋威龙不缺一张让人记住的脸，凤求凰的容止，下一站是幸福的袁宋，以家人之名的凌霄。很多人第一次关注到他，理由都很直接，高冷轮廓干净，站进偶像剧镜头里几乎不需要多做什么。可外形太早成为标签，麻烦也跟着来了。作品播完，大家记得他的脸，却未必能说清楚他到底留下了哪一种只属于宋威龙的表演。直到野狗骨头播出，围绕他的讨论开始变了。网友不再盯着他是否寸头，是否有胡茬，身材如何，大家更注意角色里的他睡觉时蜷起来的身体，看向苗静时那种想靠近又不敢把人留在身边的停顿。所以野狗骨头带给宋威龙的可能不只是一部热播剧，而是让人绕过外形，开始看他怎么演一个人。宋威龙早就红过，2020年前后，下一站是幸福，以家人之名接连播出。他很快进入大众视野，袁宋有少年感，凌霄有克制和伤口，角色和他的外形高度贴合。问题出在本该引以为傲的优势上，当一个演员长得太符合偶像剧想象，镜头很容易替他完成大半工作。干净的侧脸，沉默的凝视，压低声音说一句话，就足以构成名场面。我们虽会心动，但不一定能看见角色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。宋威龙过去常被放进清冷、安静、带距离感的男性角色里，久了之后，他和角色之间像隔着一层漂亮的玻璃，画面很好看，人物偶尔还插一口生活的气。今夏正在播的野狗骨头偏偏把这层玻璃敲碎了。陈毅拒绝成为一个等着被镜头欣赏的人，他生活在南方小城的潮湿、闷热和混乱里。父亲去世，苗静的母亲消失，两个孩子被生活推到一起，后来又因一场变故分开6年。再次见面时，陈毅已经把自己活成一块很难靠近的硬壳。这个角色身上有很近，有防备，更多的是长期缺乏安全感留下的疲惫。宋威龙在采访里提到，他会刻意区分6年前和6年后的陈毅。年轻时步伐轻一些，睡觉自然仰躺；6年后脚步变得沉重颓丧，睡着时习惯把身体蜷起来。这些处理不抢镜，却让时间真的落在人物身上。陈毅的变化没有靠一句我这些年过得很苦交代，观众先从他的身体里看见了答案。肩膀总像压着东西，站着时带一点向前收的姿态。苗静一出现，那层力气会松掉一点，接着又迅速收回去。宋威龙的外形还在，功能却变了。那张脸不再只负责精致，他开始承担陈毅的警惕、狼狈和不肯示弱。宋威龙小时候练过武术，身体协调性一直是他的优势。过去的作品偶尔让他打得漂亮，野狗骨头往前走了一步，这副身体有了人物劲力。陈毅的力量感从来不靠，随时准备耍帅。他像一个很早就明白自己只能靠自己的人，走路不轻松，动作不柔和，遇到危险时反应很快。可真正碰到苗静，他常常停住。这种停住比直接冲上去抱住他更适合陈毅，因为他想保护他，同时认定自己会拖累他。感情越深，动作反而越克制。角色的矛盾藏进身体里。宋威龙过去容易显得单薄的沉默，终于有了来处。他的台词处理同样没有追求每个字都清楚漂亮。宋威龙说，现实中的人不会时时刻刻字正腔圆，台词应该贴近人物当下的状态。放在陈毅身上，含混停顿，压着情绪说话，确实比一段完整输出的深情告白更可信。当然，一部野狗骨头还不足以替宋威龙盖章。有人喜欢他的松弛，有人仍然会觉得部分情绪表达不够细，这很正常。真正的变化在于，争议的焦点开始落到表演本身。以前讨论宋威龙话题常常绕回颜值身高、CP 感，现在观众会拆他的眼神、步伐和台词，会争论6年后的陈毅到底演得够不够疲惫。对演员来说，被挑剔未必是坏事，至少大家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正在完成角色的人，不再只把他当作画面里好看的存在。而这一步其实比一句演技炸裂更重要。陈毅和宋威龙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贴合，这个人物需要外形冲击力，第一次出场要让观众相信他危险难接近，再往后看又得慢慢发现那些锋利只是保护色。宋威龙的脸天生带距离感，笑起来却会突然变得很年轻。这种反差放在陈毅身上刚好对应了他的两面，外面是被生活磨硬的人，里面还留着当年那个想和苗静一起往前走的少年。张静怡饰演的苗静让这种反差有了落点，她的表演偏静，情绪不急着往外洒，
两个人站在一起，张力不需要依靠高声争吵，很多时候只是谁先移开眼睛，谁明明想问，最后又把话吞回去。苗静的存在逼着他露出柔软、愧疚、依赖，还有那份说不出口的害怕。宋威龙因此得到了一个更完整的表演空间。大家最近重新注意宋威龙，表面看是因为寸头胡茬和粗粝感，往深一层看，大家其实在回应一种久违的角色质地。陈毅离精致公寓里的完美男友很远，他要为生计发愁，会犯错，会把爱推开，身上带着被生活磨过的痕迹。看见他就能感到这个人曾经饿过、怕过、失去过。偶像剧男主一旦有了具体生活，演员的外形才不会飘在角色上面。野狗骨头给宋威龙做对的一件事，就是没有记着证明他多帅，镜头愿意留下他的疲倦、沉默和失控，让漂亮变得不那么完整。当网友不再只截一张脸，开始记住陈毅怎么站、怎么睡、怎么在苗静面前突然安静下来，角色才算落地。这样的变化不只是一个寸头就能达到的，是要求演员把生活痕迹留在出人物里。野狗骨头或许会成为宋威龙演员路上的一个转折，这个转折和从此证明演技无关，它更像一次方向提示。他适合的路可能不在那些一味干净、完美、可供观众仰望的角色里。他的身高轮廓、少年感以及身上那点不太圆滑的深色，放进有伤口、有深层压力的人物中，反而容易产生力量。接下来要看的是他能不能沿着这条路继续走，还是会不断复制陈毅，比如换个发型，再演一次所谓的糙汉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很快就会消耗掉这次的新鲜感。宋威龙在采访中说，今年是他入行第11年，未来希望能接到自己真正喜欢的戏和角色。尽力完成每一次表演，陈毅或许正好提醒了他，比起努力甩掉外形标签，更直接简单的方法是让这张脸进入人物，沾上人物的灰尘。宋威龙不缺剧资源，他缺的是一个能让观众看完之后先记住人物，再想起那张脸的角色。这次的野狗骨头一开始推开了这扇门，他没有让宋威龙突然变成另一个演员，大家第一次更完整的看见他的外形不再被供在镜头中央，而是把一个人的疲惫、防备和爱慢慢演进身体里。那么你觉得陈毅是宋威龙遇到的一次角色红利，还是他真的跨过了过去那道坎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请欣赏生活中的宋威龙清唱。忍住，我把想念忍住，像一个不敢违背的信徒，等待未知的惩罚降临或宽恕。忍住，我把统统都忍住，把所有汹涌吞入腹肚，让它在无声的漩涡里归